喂，小声点儿！华二陵的疏忽不会再有了。皇军所有据点攻势坚固，弹药充足。既然八路军主动送上门来，就让他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现在站在你面前这位无能狂怒的人，便是日军华北方面军的指挥官多田骏。他那番听起来杀气腾腾的话，其实早已是底气不足。只因为我八路军发动第二阶段的百团大战战役后，第一个打响的便是他在华北赖以发展的重要能源中转站，也是他眼中固若金汤的堡垒东团埔。此据点位于河北涞源县东北地区，是日军在涞源至宣化公路上的重要中继站。它与上庄、中庄等据点互为犄角，是封锁我晋察冀根据地的一颗重要钉子。更关键的是，这里驻守着100多名日军教导大队的军官，他们是日军未来基层指挥的中坚力量。可以说，东团埔不仅是个军事据点，更是一个培养战争种子的孵化器。当我军的彭老总得知这一情报后，敏锐地意识到，拿下这里不仅是拔掉一颗钉子，更是对敌人未来战争潜力的一次重创。于是，他下达了不惜一切代价消灭这股敌人的命令。而日军也并非都是庸才，在华北方面军的司令部内，参谋长栗原信雄也看出了此处据点的重要性。在分析完利弊后，他建议多田骏向东团埔增兵。然而，素来跟他有矛盾的多田骏对此却不屑一顾。东团埔内外驻有层层的碉堡，而且驻守部队是独立混成第2旅团的士官教导大队，共有170余人，全是从下属部队中挑选出来的优秀士官，训练有素，武器精良，可以放心，万无一失。此时的多田骏除了轻敌傲慢之外，另一个不愿增兵的原因，便是华北仅剩的兵力已经捉襟见肘，从华中支援过来的2个师团又还没到位，他必须用仅存的兵力分散到各个据点，雨露均沾。而且在他看来，东团埔就是一个完美的舞台，他不认为我军有能力攻下一个武装到牙齿的铁血堡垒。他的这种傲慢心理是当时几乎所有日军军官的常态。也正是因为多田骏轻敌大意的心态，即将迎来继百团大战之后的第2次大败，也为他后来被撤职查办埋下了隐患。在百团大战结束后，他于1941年7月被晋升为陆军大将，随后便转入预备役，可实际上却是被解除了兵权。同时，日本内部政治的斗争也让他寸步难行。在日本陆军内部，派系林立，多田骏与后来权倾朝野的东条英机等统治派人物意见相左。随着东条英机的上台，多田骏这样的失意者被边缘化。可以说，百团大战的失败是压垮多田骏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而另一边，东团埔战役的突破口往往来自意想不到的地方。在晋察冀军区第1分区司令员杨成武的指挥下，主攻东团埔的3团团长邱卫派了当地的村民进入东团埔内部，搞到了东团埔的火力布防图。而提供布防图的是一名朝鲜翻译官。在当时那个年代，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，大量朝鲜人被迫为日军服务。他们中的许多人内心深处对日本法西斯同样充满了仇恨，这位名叫金井的翻译官就是其中之一。历史记载，八路军曾多次与他接触，他也表达了对中国抗战的同情。当地的村民以民族大义和共同的遭遇对其进行劝说后，他冒着生命危险，将日军的火力点、兵力分布等关键情报绘制成图，秘密交给了我军的侦察员。金井的倒戈也告诉我们，战争不仅仅是枪炮的对决，更是人心的较量。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，这就注定了他在根本上不得人心，即使是在他所奴役的群体内部，也埋藏着反抗的火种。而中国的抗战是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，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。金井的选择正是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最生动的写照。在拿到布防图后，3团长邱卫根据此图调整了部署，于1940年9月22日晚上发起了进攻。干得好！与此同时，北至塞外高原，南到同蒲沿线，西起黄河，东到冀东地区，以及北京、城郊、山东、安徽等地，凡是我八路军所在地，都在同一时间对日军发起袭击。当消息传回北平日军司令部时，兵力不足的多田骏只能愤怒地下令各据点的日军进行死守。我的命令，晋东南的榆社辽县和晋冀交界处的灵丘来源绝不能丢。告诉这些据点的守军将领，如果他们丢掉了阵地，就别想活着再离开中国。冲啊！虽然我军搞到了东团埔的火力地形图，但想要全部敲掉日军固守的堡垒，还是没那么容易。
这个据点的日军并非普通的士兵，在他们反应过来后，很快就依照地形组织了交叉火力进行抵抗，并且这些人比普通士兵果断狠毒。在我军组织了多次冲锋，即将登上主阵地时，便投放大量毒气弹，以至于很多战士都倒在了发起冲锋的路上。从这场攻坚战中也能说明，为什么彭总一定要摧毁这个据点，一定要吞掉这个教导大队。东团普守军的顽抗，就体现出了日军士官的战斗素养。他们接受的训练就是与阵地共存亡，在被包围时会抵抗到最后一刻，甚至不惜使用毒气弹。这从侧面反映出我军面临的敌人是何等凶残和顽固。一旦让这些人补充进日军的基层，那将给我军造成成倍的灾难。东团普久攻不下，这让第一军分区的杨成武司令员不得不重新考虑战役的部署。在深入研究后，他发现之前的打法兵力过于分散，把每个团分出去，负责拔掉来源城的各个据点，仅靠八路军现有的攻坚武器是很难完成的。应该按照集中优势兵力，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，先以一部分兵力监视城内的敌人，然后再集中力量拔掉三甲村、东团埔和县城周围的各据点，最后再攻打来源城。杨成武的战术调整是领导者智慧的体现，他的战术调整是从理想化的全面开花回归到现实主义的重点突破，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军事思想。这一战术的转变是战役的转折点。很快，八路军集中兵力攻克了上庄据点，彻底切断了东团埔与中庄的联系，使其成为一座孤岛。为了重新打通相连的据点，东团埔内的日军开始了大反攻。打呀！虽然我军在前方阻击，但在后方的日军依然有机枪压制。日军的敢死队很快就冲到了近前，为了遏制敌人的冲锋，邱团长派出了3团的尖刀排，与敌人展开了最原始、最血腥的白刃战。一时间，刺刀的碰撞声、战士的呐喊声、身体被刺穿的闷响声交织在一起。都说狭路相逢勇者胜，我军的尖刀排长在连续刺死5、6名鬼子，负伤被打掉刺刀后，依然扑上前狠狠地掐住日军的脖子，与其同归于尽。但不讲武德的日军在比拼刺刀输了之后，楼上的机枪手竟然开枪扫射我军仅存的几名八路军战士。最终，战场上除了场外的呐喊声和机枪声之外，剩下的只有死一般的沉寂。然而，真正的白刃战远比电影呈现的更加残酷。在武器的优势上，日军标配的38式步枪加上刺刀后，总长度超过中国军队常用的中正式步枪，在1寸长、1寸强的格斗中占据物理优势。而二战前的日军士兵伙食标准又远高于中国士兵，普遍身材更为健壮，体力更好。最重要的是，日军极其重视刺杀技术的训练，甚至抓中国活人来练习，其技术的标准化和凶狠程度非常高。加上他们一向宣扬武士道精神，将这种精神融入白刃战中，让他们作战时有一种令人畏惧的疯狂。相比之下，中国军队，特别是八路军，虽然在训练和装备上处于劣势，但却拥有2大法宝。一是战斗意志，八路军是为保家卫国而战，拥有无比坚定的信念和高昂的士气，这种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精神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技术的不足。二是战术弥补，在实战中，八路军总结出许多有效战法，如在比拼的过程中，以2打1或3打1的人数优势进行对抗，利用大刀、红缨枪等传统武器对抗刺刀。所以，尽管单兵对抗处于下风，但凭借着无畏的勇气和灵活的战术，我军常常能与日军拼个2败俱伤，甚至是打出优势。这便是8年全面抗战以来，我八路军赖以生存、坚持抗战独立发展的底气所在。